32寸 4K144 Fast IPS 12比特色深 HDMI 2.1， 售价2999元。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青年科技。我中国某宝看到一家叫真享世界的店铺在卖这款 C32S 显示器。毫不夸张的说啊，我刚看到这台显示器的参数和售价的时候，心情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个样子。这个价位有多离谱呢？我给大家捯饬捯饬啊。毕竟我们刚刚测完的同尺寸同型号的显示器红旗 XB32QK， 那可是花了我们近8000块钱啊。而华硕刚刚发布的同类型显示器 ROG PG32UQ 的价位也在8000元以上。同时呢，我也大概整理了一部分现阶段你能在市面上买得到的 4K144 IPS 显示器，从中可以看到啊，2999元的价格，你连27寸 4K144 IPS 的显示器都很难买到，更不要说是32寸的了。换一种说法啊，如果你之前就准备以8000加的预算购买一台32寸 4K144 的显示器，而现在你只需要以2999元的价格购买这台显示器，之后剩下来的5000块，甚至可以购买一张性能不错的3070。或者带 HDMI 2.1 支持 4K 120Hz 的次世代游戏主机搭配使用了，就是这么离谱啊，以至于我严重怀疑它的真假。但是作为显示器科技这种性价比逆天的产品，既然遇到了，那是说什么也不能错过的了。所以抱着极度好奇、忐忑、怀疑的态度下单了一台。到货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以及测试之后，这期视频就可以告诉大家它究竟值不值得买，和大厂同参数的显示器相比有何不同，同时也算是帮各位观众提前试水了。测试不易，所以喜欢的同学别忘了一键三连哦。我们下单的这台是32寸 4K144 微瑕疵版，而这个版本购买到的都不是完美屏啊，商家也明确标明了瑕疵版屏幕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出现类似色斑、坏点之类的情况。我想这也是它的价格能做到如此离谱的主要原因吧。下单前，商家也和我们确认了显示器的情况，觉得没太大问题，于是就下单了。到货之后火速开箱啊！大男人不应该太在意这个电视盒子的包装啊。打开包装之后，先来看看外观。整体外观全塑料机身，略显粗糙的2段式金属支架组成了显示器的主体。不过这个支架特别松垮，且只支持俯仰方向的调节。好在显示器背部设置有100×100的万磁螺口，有条件的同学建议直接一步到位上支架臂。显示器整体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轻薄，注意这并不是褒义啊。好在做工也还行，虽然算不上好，但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稀烂啊。显示器正面采用3边窄边框设计，底部没有 logo 算是好评吧。背部采用的是对称式的线条设计，辅以2条 RGB 灯带点缀，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设计怎么样呢？也正是因为购买的瑕疵版的原因，我们点亮屏幕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了一下色斑坏点数和屏幕有无其他问题。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屏幕一共3个坏点，1个色斑，还有2根毛。好消息就是坏点和这2根毛都是位于屏幕边缘位置，只能在纯白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日常使用时是基本看不到的。色斑也是需要在极限角度下才能看得清楚。不严格的说，这块屏幕应该还在335国标 A 屏范围之内。作为关于坏点等屏幕问题，我只想说，这个价格治好了我的强迫症啊。不过我也知道，肯定有一部分观众有强迫症也好，完美主义也罢，是不能接受屏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偷偷告诉你们，他们家加1000块钱，3999元的正常款，预售是保证完美屏的，售价一样很实惠。只是如果你能接受以上问题的话，2999元的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好了，扯远了，说回正题，这台显示器的基本参数如下，我就不过多赘述了。不过这里有几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首先，这款显示器采用的是一块来自群创光电的32寸 4K144 Fast IPS 的面板，面板型号为 M315 DCA K7B。通过面板规格书可以查到，面板原生是8比特加 FRC 抖到10比特的色深，而这款显示器的12比特是通过芯片算法得到的，并且需要显卡支持 DSC 技术才能开启12比特模式。不过日常使用中，在这台显示器上，我真区分不出来12比特和10比特的区别啊。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占未来吧。接口方面，接口全部都设计在了显示器底部，分别为2个 DP 1.4，一个 HDMI 2.1，一个 HDMI 2.0，还有一个电源接口和一个3.5毫米音频接口。没有 C 口也算是唯一的遗憾了吧。这也是和同类型的旗舰级显示器相比差距较大的地方。曾经那个在 2K 27寸杀疯了的 K7B， 如今又来到了32寸 4K 的战场。不知道这次的 K7B 表现是否能像之前一样亮眼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会购买这台显示器的用户，除了价格，多半是冲着这块面板来的。我们使用 Display CAL 对这块屏幕进行了综合测试，实测这块屏幕的色域覆盖达到了 98.4% 的 sRGB、80.2% 的 Dolby RGB、83.2% 的 DCI-P3， 表现中规中矩，和红旗 XB32QK 表现相近。在默认设置下，测试的对比度为770:1，在 IPS 里算是偏低的了。不过检查之后发现 OSD 的 HDR 选项默认是自动模式，我们调节 HDR 选项至关以后，又测试了一遍，这次的对比度为940:1，就相对正常了许多。对比红旗 XB32QK 660:1的对比度要好上不少。而在亮度方面，最高亮度为430尼特，局部最高亮度可达468尼特，这点对比红旗300多尼特的最高亮度反倒是要好上不少。色准德塔1方面平均 0.21， 最大 0.56， 表现非常优秀，看来也是做过出厂校色工作的。整体看来，除了色域覆盖表现一般之外，其他各项参数的表现都可圈可点，不输于甚至部分参数还要更优于同配置的旗舰级的显示器。同样，作为 IPS 面板里响应最快的面板之一，我们使用 TestUFO 对这块 Fast IPS 屏幕进行了响应拖影测试。可以看到，这块 Fast IPS 的响应拖影表现依然非常优秀，和以响应时间著称的 TN 电竞屏相比也不遑多让，体现在实际游戏中也是如此。在竞技游戏中，良好的响应加上144赫兹的刷新率，确实能提升不少的游戏体验。3A 游戏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4K 分辨率确实要比 2K 分辨率能带来更加精细的游戏体验，32寸的屏幕下游戏也能带来比27寸更好的游戏沉浸感。虽然游戏中要喂饱这台 4K144 的显示器需要一张顶级显卡才能勉强实现，但是还没有买新显卡的同学也不要灰心，很多显卡默认都是支持 4K144 显示的，即使是在日常使用中依然能享受到高分高刷屏的体验。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吧。第一，最低亮度偏高，实测最低亮度还能有大概280尼特左右，晚上不开灯的情况下调到最低亮度还是挺刺眼的。不过售后群里可以刷最新的固件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过程比较复杂，不建议小白玩家尝试。第二，默认色彩模式下屏幕是过饱和的，观感有点 OLED 屏那种鲜艳的味道了，其实也不算缺点吧。看视频玩游戏时，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鲜艳的色彩表现的，不知道大家平时更喜欢哪一种呢？但是修图剪辑时还是建议调节到 sRGB 模式比较好一些。第三，支架的做工就不再说了，主要是 OSD 和按键是真的很难用，又硬又难按，着实体验不佳。总结，我觉得用3000块的 4K144还有什么自行车这样的话来形容已经不太恰当了。夸张一点说，我觉得更符合这台显示器的形容应该是用自行车的价格买到了二手摩托车的体验。二手之处当然是体现在了做工和屏幕坏点等方面，但日常使用时确实影响不大。摩托毕竟是摩托，足够强的性能参数和旗舰大差不差的使用体验。说实话，小编在轻店也测试过许多的显示器了，抛开售后和做工，这台显示器的使用体验确实俘获了小编的心，也算是小编一直在期待的显示器之一吧。购买建议的话，大厂品控售后有保证，虽然这家瑕疵版也有2年的质保，但是还是没有大厂来的让人放心。小厂则是拥有极致的性价比，比肩旗舰的使用体验，价格却差了1倍有余，着实吸引力十足。经过综合测试以及长时间的使用下来，我个人觉得这台显示器还是挺值得购买的。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也想购买一台32寸 4K144 IPS 的显示器，综合考虑品控、做工以及售后，你是会选择8000加的旗舰还是3000元的小厂呢？最后，据说瑕疵版是亏本出的，我们也无意影响这家店铺的销量，有能力的同学还是尽量选择3999元的正常款吧，毕竟我也怕它亏本跑路啊。毕竟完美屏加上3999元的价格也挺香的，对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请素质3连，关注我们的视频频道，这里是轻点科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